让特朗普气得跳脚，全球左翼集体沸腾。纽约新市长马姆达尼到底是谁？纽约市长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11月5日，纽约市长竞选结果出炉，左蓝马姆达尼成功当选，纽约迎来首位穆斯林印度裔，年仅34岁的史上最年轻市长，轰动了美国、欧洲、非洲，甚至是印度。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个地方公职的胜利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国际反应？要知道，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2024年 GDP 高达 9.06 万亿元人民币，差不多是2个上海的经济体量，全球最富有的城市，没有之一。但这还不是重点，因为马姆达尼的上位意味着一场由美国最大城市工人阶级发动的针对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的反抗运动正在兴起，其背后隐含的深层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远远超越了纽约市的界限。我们先来看看马姆达尼到底是谁，其本人的身份和经历可以说是充满争议。他出生于非洲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母亲是知名导演米拉奈尔，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理论教授马哈茂的马姆达尼，父母均来自印度。马姆达尼7岁时来到美国，在纽约公立学校长大，于2018年成为规划的美国公民，所以他的身份背景非常特殊，穆斯林移民后代，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会极大放大了他的全球影响力。这场纽约的地方选举，瞬间成为了一场围绕后殖民进步主义与本土保守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战役。但最让美国轰动的地方是他提出的各项政策目标。首先要知道，马姆达尼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美国人的共鸣，要追溯到纽约市令人发指的贫富差距和生活成本危机。华尔街的顶层富豪与在皇后区拼命工作的移民工人生活天差地别，当租金、食品、交通等基本生活要素都以盈利为最高目的时，这座城市对工薪阶层来说已然如同炼狱。马姆达尼的胜利并非基于个人魅力，而是基于其所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支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纲领明确指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系统正在使工人阶级失败，他们认为亿万富翁阶层控制着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人权，并从中牟利，而在种族隔离社区中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人更是承受着资本主义残酷的后果。所以他们将这场选举定义为一场系统性的阶级战争，而非简单的城市选举。马姆达尼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将抽象的阶级矛盾讲述成工薪阶层能切身感受的具象口号，很会利用社媒宣传。在竞选过程中，他推出了清真通胀的概念，这个词汇将宏观的通货膨胀问题与深受纽约移民和工人阶级喜爱的街头美食清真鸡肉饭联系起来，并承诺要让这种深受民众喜爱的午餐再变回8块钱。他们知道如何用文化特定的幽默的语言来让更多人产生共鸣。马姆达尼的政策直接瞄准了城市生活成本的驱动力，他提出了3项重大政策。第一，租金冻结，也就是对城市范围内的租金进行冻结或严格管制，以此来对抗失控的房租上涨，这也是纽约市民最渴望的短期救济。第二，对富人增收财富税，他提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群增收 2% 的所得税，达到 5.9%， 并计划将州企业税率提高到 11.5%。第三，提高社会福利，为市民提供免费公共巴士和全民托服务。这些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让富人买单，让穷人和中产过上更好的日子。有趣的是，马姆达尼的竞选充满了各种野路子，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家的刻板形象。马姆达尼及其团队深谙数字时代的政治营销，他们很会将政策承诺视觉化，并通过社媒进行精准传播。最火的一个视频是马姆达尼穿着全套正装跳入冰冷的科尼岛海水中，以此来象征他冻结租金的决心。另外，在社媒平台 TikTok 上，他频繁使用西班牙语、孟加拉语等多种语言发声，直接触达了被主流民主党长期忽视的移民工人选民群体。这种动员策略带来了一个关键的选民结构变化，大约2成的马姆达尼选民年龄在30岁以下。更引人注目的是，纽约30岁以下的选民中有近40%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的胜利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将美国民主党内部的路线之争和全美的意识形态两极化推向了高潮。在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和反移民情绪不断抬头的背景下，马姆达尼的胜利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左翼和进步派来说是对抗右翼的希望。在马姆达尼胜选后，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撰文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希望的胜利。英国极左翼的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甚至亲自飞到纽约为马姆达尼站台。哥伦比亚左翼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在马姆达尼胜选后发布了一张自己与马姆达尼的合影。此外，马姆达尼的胜利还引发了其出生地乌干达以及印度裔群体的巨大骄傲。这场选举的全球意义不言而喻，它让全球的左翼集体沸腾了。特朗普对马姆达尼的当选很是不满，不仅称他为共产主义疯子，还威胁如果他上任，将削减对纽约的联邦资金。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不仅仅是输掉一场市长选举，更是输掉了一场对美国最大城市未来的主导权。但实际上真正的痛苦和分裂发生在了民主党内部。马姆达尼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属于进步派，属于民主党内的极左翼。温和派公开对马姆达尼的胜利表示担忧，他们承认马姆达尼的竞选策略值得所有民主党人学习，但其政策过于激进且危险。他们警告说，马姆达尼的路线在深蓝纽约之外的任何摇摆区根本都行不通，并强调马姆达尼在纽约的得票率比哈里斯低了18个百分点，以此证明其影响力在全国范围内是很弱的。以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为代表的建制派则担心，如果进步派成为民主党的主流面孔，将疏远中间选民和捐助者，从而危及他们在摇摆州和国会的席位。
马姆达尼的胜利迫使美国民主党重新审视其处境，核心矛盾在于民主党是否应该继续走温和路线来争取郊区选民，还是拥抱进步路线以动员城市和工薪阶层选民。不过，在意识形态的狂热过后，终究要回归现实。纽约市长的权力虽大，但也有局限性。纽约市长无疑是一个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职位，他管理着一个近1160亿美元的庞大预算，领导着超过30万人的城市员工队伍，其行政权力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马姆达尼最核心的经济改革雄心，即为全民托和免费公交等项目提供资金的财富税，却被纽约州议会牢牢制约。纽约市虽然在房产税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但任何重大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上调等收入来源变化，都需要获得纽约州议会的授权。州府奥尔巴尼是马姆达尼的财政命门，而州议会往往由关注全州经济竞争力、害怕富人外迁的温和派和郊区代表主导，他们是增税和严格租金管制的天然反对者。如果州议会拒绝授权财富税，意味着马姆达尼将缺乏为核心政策提供资金的能力，而如果马姆达尼被州议会束缚，不能在短期内兑现关键承诺，选民的耐心将很快就会耗尽。不过，无论马姆达尼最终的治理结果如何，他的崛起都是美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投影。如果他能颠覆传统制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仅仅是美国未来10年阶级战争的序幕。